各位喜歡蘭花的朋友，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蘭花頻道。今天我們要來看的這株蘭花是一株加德利亞蘭，然後它也是一株原生種的加德利亞蘭。這個蘭花在我的頻道裡面出現不多，因為呢，它其實我買的時候是好幾年前，然後它是近成熟株，然後一直到現在才開花，所以也是花了一段時間哦。之前曾經一度想放棄，而且本來我就比較喜歡蝴蝶蘭的蘭花品種，所以對於加德利亞蘭的蘭花呢，我其實真的不到10株哦。這也是因為什麼有些蘭友問我說，能不能多做一點加德利亞蘭的蘭花影片啊，或介紹啊，分享，我會說我盡量的原因哦，因為真的數量少，那他們的開花大部分都是1年1開，有一些比較小品種，然後雜交的品種，他們可以達到1年開2次哦，就已經相當不錯。好，那這株蘭花呢，其實它根系長到很多到外面的原因，是因為我很久沒有對它進行換盆。那我之前看它的長勢就覺得它可能已經快要成熟，所以我一直不敢對它進行換盆，就是怕換盆的時候对它進行比如說根系上的修剪，那修剪錯了，時間錯了，其實它就比較不容易会開花所以我就是一直在等它開完花，我再來对它進行換盆。這也是為什麼前面你能夠看到它那些根系長那麼多到杯子，原因就是因為它新的這個長出來的側芽已經長到杯子外面，所以它下面長出杯子外面的部分又長出根系，才會在杯子容器外好在這邊呢，你看到它終於開花，然後它的這個花型呢就是大家熟悉的那種加德利亞蘭的樣子然後有一個非常大的花唇，那這花唇呢它的顏色就是除了它滾邊之外呢，就是紫紫的，然後喉嚨有一點點黃黃，那整個花的外圍是屬於淡紫色紫羅蘭的顏色，然後也非常的香。我在它盛開的時候呢，其實就一直去聞它，就是想要記得它的香味，但是很難形容，因為加德利亞蘭的香味呢，不是那種非常像香水然後非常強的香味，它是香，但是又不是很濃郁，但是又蠻持久的。我說的持久是它一整天裡面它的香味一直到下午到晚上我都還能夠聞得到，不像有些蝴蝶蘭它可能早上很濃郁的香味到中午過後開始就变得相當的淡。但是它的花期我們都知道，加德利亞蘭的花期不是很久，比起蝴蝶蘭或者是石斛蘭來說，它的花期這一株為例我記得大概就是差不多在2個星期到3個星期，你就會開始看到第一朵花朵出現要凋謝的那個感覺，就不是很有精神的樣子，然後它的顏色也開始变淡。這株蘭花的養護，第一個，這一種蘭花它需要光線比較強一點，比較明亮一點的光線，比起蝴蝶蘭來說，相對來說它是需要比較明亮強大一點的光。再來呢，它的根系相當的敏感，然後喜歡大乾大濕。有的人說半乾不濕就要澆水，其實對這種蘭花來說呢，更是要讓它在幾乎乾。那我所說的幾乎乾，我們用百分比來說好了，我都要讓它基本上至少90%，摸起來幾乎沒有水汽濕潤的感覺，拿起來很輕，我才对它進行一次的給水。一般來說呢，因為它的介質目前裡面有一些比較容易稀疏的這個水草，所以我一樣給它1/4杯而已。然後每一個月的月底會浸泡，但這個浸泡呢，我會確定它完全都不會滴，然後增加通風。它的根系相當的這種怎麼說呢，粗，可是它又非常的敏感，所以不對的時機換盆我們就要特別小心了。
那所謂對的時機跟不對的時機呢，主要是看它有沒有積極生長。如果有開始積極生長根的話，你要在它根系還沒有到特別長的時候，就趕快去做分株換盆的動作，這樣子它這些新的根系呢，才能夠在換盆之後很快的長到杯子裡面去，然後能夠抓住這些介質跟杯子，它有穩固的這種感覺啊，它才會長得更好。那這種蘭花呢，它所需要的肥料的量啊，也比蝴蝶蘭還要再多一些，所以這株蘭花呢，其實我裡面是有丟一些幾顆的這種緩釋的那種顆粒圓顆粒的肥料。那這邊呢，就是它盛開影片的最後面了。那接下來呢，這株蘭花它比較新的4個側芽，你可以看到比較飽滿，但是已經長到杯子外面，然後有出現積極生長的根系。那這個時候呢，就是一個很好的換盆的時機。在拍這些照片的時候，也是剛好在花期結束之後，我對它們進行的一個換盆的處理。因為真的好幾年沒有對它进行換盆，你看到後面比較老的這些球茎其實都很小，那我剪刀現在放的部分就是我要對它進行切除的部分，等於呢就是說比較老的組織我可能繼續養，它有可能還有芽點能夠重新長，但是新的部分呢，這3-4個這個球茎是明顯是成熟的大的哦，然後我要把它分為另外一株。那一樣老舊根系其實它們大部分是已經沒有用了，我就是把它們修剪掉為主，然後靠新的根系再透過換盆的时機對，讓它們繼續長到杯子裡面去，長到戒指裡面去，是我要達到的目的。那這邊就是修剪完根系的樣子。基本上那些被剪掉的根系，即便它還有作用，還是活着的現在，但是等到種到戒指裡面去，它很快它就會死去，所以一樣要靠新的根系來維持這一個分株它的一個水分還有養分的吸取。那這邊呢，就是依照它的生長方向，把比較老的球茎靠杯緣的地方，讓它有更多的空間在杯子裡面，能夠依照生長方向去長，好，这樣就可以延長我用這個容器的時間，然後不用換盆。那這邊呢，就是最後把它固定起來，在根系還沒完全長好固定起來的一個動作。好，那這邊這樣子就算是已經完成了它的換盆。接下來呢，如果它們有繼續生長開花的更新，我會在這邊再做影片跟大家分享。以上就是今天為您帶來的影片。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請幫我在影片的下面點個讚。如果你要繼續與我一起學習怎麼養蘭，別忘記訂閱我的頻道並打開通知鈴鐺。謝謝您的觀賞，我們下次再見。